霍氏总裁霍逸轩有重度洁癖和强迫症，他的视线范围内一粒灰尘都不能有。最重要的是，霍先生极度厌恶被人触碰，服务时一定要保持距离。好的，吴特助。恒哥哥，你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是霍伯伯让我来的。恒哥哥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特助了。恒哥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坐你的私人飞机呢，好兴奋啊！安静，不然你自己下去。哼，飞机起飞后，我看你怎么赶我。下去吧，这边不需要你了。好的，吴特助。这可是国外最新研发的好东西，恒哥哥，今天我一定要拿下你。怎么这么热？你做了什么？恒哥哥，别碰我！恒哥哥，我喜欢你10年了，你对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霍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魏恒，你放我出去！钟七日，你身为乘务员，竟然趁霍总不清醒时勾引他，你要不要脸？吴特助，我跟霍总怎么会这样？我告诉你，霍逸琛从不允许任何人触碰他。你跟他发生这样的事，他醒来后绝对饶不了你。吴特助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。你现在立刻滚出京师，再也不要出现在他面前。我这就走。恒哥哥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触碰，如果霍家知道今天的事，肯定会让他取那个空姐。不行，我绝不允许这件事发生。冯总监，我给你200万，立刻把钟西域的个人资料全部销毁。我竟然会主动跟一个女人接触，不但不觉得难受，还很沉迷。恒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刚才的乘务员呢？什么乘务员？刚才一直是我跟你在一起啊。徐秘书，把负责我这趟航班的空乘人员全部叫过来。霍总好。还有没有其他乘务员？霍总，这些就是本航班的所有乘务员。恒哥哥，你是不是最近行程太累，睡迷糊了？难道我刚才的记忆是吴雅蓉那些药造成的副作用？霍氏集团总裁霍逸轩今日乘专机抵达江城，参与新城投资项目。是他。Fall like a dawn when the shades are fading out. 이제 see the light. 낯선 밤을 깨워내. 심장에 박힌 작은 천만을 가리친 너란 게. 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抱歉，我认错人了。没关系。都6年了，霍逸轩居然还不肯放过我。最近我得小心点，别再撞见他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小雨，小陈忽然晕倒了，现在正在救护车上。小陈出事了，
妈，你别急，我现在立刻赶过去。玉衡，怎么了？我刚才好像看到6年前那个空姐了。恒哥哥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那个空姐根本不存在。6年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沉迷在幻梦中了？真是我精神上出问题了。玉衡，你梦到女人，说明是该成家了。你不如听妈的话，赶紧跟雅柔定下来吧。对啊，恒哥哥，你难道就不能回过头看看身边人吗？以后再说吧。雅柔，他这次没有直接拒绝，看来我这儿子总算要开窍了。我等了这么久，恒哥哥态度终于松动，我绝不能让那个钟希怡隐坏我好事。医生，小陈他怎么了？是啊，我外孙才5岁，怎么时不时就昏迷呢？小陈得了一种罕见的神经式疾病，想要彻底治愈，至少需要500万的医疗费。500万！500万，我们就算买了房子也凑不够啊！6年前我匆忙离开京市，回到老家江城后，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在妈妈的理解和支持下，我生下了小陈。本以为可以从此平淡过完一生，可没想到命运弄人。我的女儿，你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妈，你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赚钱的。妈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钟希雨，你怎么回事？不知道今天排了你的航班吗？怎么人还没到？对不起，乘务长，我儿子忽然昏倒，我还在医院，没来及跟您请假。钟希雨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但我们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这种情况再有下次，就等着被辞退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行，小陈病倒了，他还需要我，我不能崩溃，我一定要坚强。妈，钟希雨，你竟然不经允许擅自生下了恒哥哥的孩子！顾小姐，他是我一个人的孩子。你以为这么说就没事了吗？恒哥哥从不让人近身接触，意外被你侵犯后，他查了你整整6年。今天在机场看到你，他恨不得立刻杀了你。可我明明是受害者，是当时那架飞机有问题。别说废话了，我劝你，不想连累家人的话，就跟之前一样，连夜消失在这个城市吧。妈，那个霍总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留啊！对不起，妈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妈从没这么想过。小雨别怕，有什么事儿妈陪你一起扛。你明天就辞职，咱们带小陈走。妈，我去递交离职申请，你带小陈等我一会儿。快去吧。姥姥，我饿了。瞧我都忘了咱们小陈没吃早饭了。小陈，你在这里坐一会儿，姥姥去给你买吃的。这个椅子看起来好脏啊，这里面好像干净些。霍总，今天行程匆忙，来不及调专机，您忍耐一下。这个孩子，我怎么感觉这么亲切？玉衡，这个小孩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妈，你确定？没错，连洁癖都一样。难道是他为我生了孩子？小朋友，这里是贵宾休息室，不能随意出入的。你家人呢？对不起。等等，徐秘书，立刻派人去找那个孩子。慢着，先去做个 DNA 比对，免得闹出误会。是。恒哥哥，今天这趟航班我陪你飞。霍总 ，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。那个孩子真的是我儿子。这么说，玉和你6年前真的跟一个空姐在一起过？我就知道，那根本不是梦。徐秘书，吩咐下去，全程搜寻，不惜代价找到他们母子俩。是。钟希雨那个贱人，明明让他赶紧离开江城，怎么这小杂种还是被恒哥哥发现了？妈，我办完离职手续了，小陈呢？小雨，我刚帮小陈买早餐，也就离开几分钟，一回头孩子就不见了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去找他。姥姥，小陈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吓死姥姥了！小陈，妈，快走，我们去医院。注意，
机场所有5岁左右的男孩都仔细筛查。小陈的病情还不稳定，必须密切观察。你们不是说要去南城吗？我帮你们联系医院，尽快过去吧。好的，谢谢医生，我们赶下午的航班，今天就过去。增派人手，霍总吩咐了，掘地3尺也要把人找出来。这些保镖都是霍氏的，对他们很可能是在找我们。妈，我们快走。吴小姐，你们打算就这么进去？他们已经发现你儿子了，正在搜查全城的5岁小男孩。你给他换件衣服，装扮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吴小姐。钟期宇，6年了，恒哥哥都忘不了你。现在知道了孩子的存在，他绝不会放弃找你，想要让他死心，除非你们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钟了解，这间房子家电齐全，价格便宜，拎包入住，最符合你们需求，进去看看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什么呀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别动我的小陈！小陈，你们放开我外孙！吴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过来，当然是为霍总解决麻烦的。吴小姐，我求你了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放过我女儿和外孙吧。妈，吴小姐，我保证，我女儿和外孙一定会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会碍霍总的眼。都这么久了，他们母子怎么还是没有消息？那么大2个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不成？霍总，我们从航空公司那边查到，6年前有位空姐突然离职，且个人资料被销毁。霍总，您看是她吗？是他，原来他叫钟期宇。好，看来我马上就有儿媳和孙子了。立刻查钟希宇这6年的生活轨迹。霍总，查到了。6年前，他连夜离开京师，独自在江城生下了孩子，而我们的孩子还得了罕见病。这2天，他又匆忙离开江城，去了南城。他是故意躲着我吗？为什么？还不是他是因为你恶名在外，重度洁癖强迫症，碰一下都得遭殃，绝对吓着人家女孩了。还不快去南城接我儿媳和孙子回来！徐秘书，准备专机，我立刻出发。是。吴小姐，我保证，我女儿和外孙一定会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会碍霍总的眼。吴小姐，你拿我怎么样都可以，求求你放了我妈和小陈吧，他们是无辜的。好死了！妈，吴小姐，我已经一退再退，退无可退了，你这还想怎么样？当然是让你们彻底消失。你这是犯法的，犯法！你放心，这场事故的最终鉴定结果只会是意外。妈妈，小陈，你们这些坏人，放开我妈妈和姥姥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怎么连小孩都下得去手啊？妈妈，姥姥，小陈害怕。吴小姐，小陈什么都不懂，求你了，放过孩子吧。你做梦！彪子，把他们都绑起来，确保一个都跑不掉。是，小姐。霍总，据调查，钟小姐正在一处旧小区看房，距这里只有10分钟车程。出发。小陈不怕，妈妈在这里。你们这些畜生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霍总，钟小姐就在这间房里。妈，小陈，对不起。小雨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，这辈子是命运待我们不公，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。钟期宇，没人，快搜查整个屋子，寻找钟小姐的踪迹。谁敢伤害他们母子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小姐，看到慧达的车过来了。这么快？彪子，先把他们弄晕，转移出去。是，小姐。霍总，房子里没有人，但我们找到了这个包，里面有钟小姐的身份证。她确实来过这里。徐秘书，这边发现了一些情况。
这气味不对劲。霍总，我怀疑钟小姐遇到危险了。谁敢伤害他们母子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排查附近监控，另外严密盯着机场车站，排查所有航线和列车班次，全程搜人。小姐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他们？立即调私人飞机过来，带他们离开南城，直接出境。既然国内不好下手，那就转移到境外。这3个人绝不能留了。是。妈妈、姥姥，你们这些坏人不许欺负我妈妈和姥姥！闭嘴！再吵，现在就把你扔下去！我们怎么会在飞机上？你们要把我们带去哪儿？去哪儿？当然是带你们去公海，送你们当鱼食喽！各位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放过我女儿和外孙吧！他们还这么小，这么年轻，你们怎么忍心下手啊？大妈，要怪就怪你女儿碰了不该碰的人，下辈子记得好好教育她认清自己身份，别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免得引火烧身。你胡说！我女儿明明是受害者，你们颠倒黑白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你都落到老子手里了，还敢咒老子？老子现在就让你看看嘴欠的报应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说的都对，求求你们别打了！爸爸、姥姥。霍总，刚刚我们的人发现吴家有一架私人飞机从南城紧急起飞，去往境外了。吴家是吴雅柔。查，吴雅柔现在在哪里？是。霍总，吴小姐在南城的星级酒店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果然是他。霍总好。还有没有其他乘务员？霍总，这些就是本航班的所有乘务员。恒哥哥，你是不是最近行程太累，睡迷糊了？我刚才好像看到6年前那个空姐了。恒哥哥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那个空姐根本不存在。6年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沉迷在幻梦中了？我早该察觉的，吴雅柔从始至终都没安好心。恒哥哥，你过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？吴氏从南城起飞的私人飞机上，载的是谁？啊，是吴氏集团的客户有急事，我就调私人飞机送他们离开了。是吗？当然了，恒哥哥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10分钟后抵达公海，准备动手。收到。小陈，妈妈，小陈。我查过了，吴氏集团近来在南城根本没有任何商业项目。你哪来的客户？是最近正在谈的新客户。别装了，吴雅柔，6年来，每次在我寻找钟期雨时，都是你在一旁误导阻碍我。吴氏那架飞机上，载的是钟期雨和我的孩子。恒哥哥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警告你，现在立刻马上让飞机掉头，把人给我毫发无损的送回来。恒哥哥，你为了那个女人凶我，你最好照我说的做，否则别怪我不顾及2家交情。凭什么？霍一恒，我堂堂吴家大小姐跟在你身后这么多年，就算是块石头也该被我捂热了吧？你怎么能为了一个根本不了解的人对我这么无情？就凭6年前我已认定我的霍太太只能是她。霍太太只能是她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飞机早就抵达公海了，钟期玉和他那个病恹恹的儿子已经葬身鱼腹了。小陈，你们放开他！你们这群畜生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！兄弟们，准备开舱门喂鱼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立即截停吴氏那架飞机，吩咐下去，霍氏与吴氏合作的所有项目全线撤资。是。截停飞机，项目全部撤资。霍雨涵，你这么做，霍氏也会损失惨重。是吗？那你就等着看好。小陈不怕，妈妈在这里，是姥姥没用，不能保护你们。你们给我过去！孩子，先别动手，我们被霍氏机队包围了。你说什么？警告，我们是霍氏旗下航空机队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请立即掉头返程。
程，将钟希雨女士和她的家人安全送回华国。但凡他们有任何损伤，霍氏集团都会追究到底。还能怎么办？那可是霍家。我刚刚听到是霍氏的机队在阻止他们，可是一直以来，不就是霍氏的人想要我们的命吗？我可能误会霍家了，一直恐吓我、威胁我的，根本就是吴雅柔。从今天起，霍家和吴家势不两立。霍阳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我不问华姨不会允许的。这是整个霍家的决定。另外，你故意伤人的相关证据，我会提交警方。你还有什么话，留着跟警方交代。霍阳，我不信你会对我这么绝情。哥哥，你一定是吓唬我的，对不对？有节制。出发，去听机考。警告！这架飞机已被警方包围，所有非法人员立即抱头蹲下，不得反抗。霍雨禾，抱歉，是我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这些年，你一直派人找我，难道不是为了追杀我？当然不是，我是为了小陈，霍总，求求你救救小陈吧，他是你的孩子。许秘书，立刻准备专机空降京都第一医院。医生，小陈他怎么样了？钟小姐不用太担心，小陈的病症虽然罕见，但针对性靶向药已经问世，只要持续治疗就能彻底痊愈。那费用方面，你放心，小陈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会为他寻找最好的医疗团队。霍总，擅长这种病症的专家目前在国外，如果送孩子到国外治疗，疗效会更好。许秘书，立刻安排。是，霍总。小雨，妈，你没事吧？钟小姐放心，阿姨身体没有问题，只是受了些惊吓，休息调养段时间就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小雨，医生，医生，小雨怎么了？钟小姐劳累过度，又长期精神紧绷，心力交瘁，这才晕倒。我的女儿，真的辛苦你了。钟阿姨，这些年她过得很艰难吗？霍总，一个单亲妈妈既要承受旁人的冷眼，又要独自挣钱养孩子，本来就很不容易了。她还一直担惊受怕，担心你追加报复她。可明明当年那件事，她才是受害者呀！对不起，钟阿姨，这些年我寻找她是想对她负责。6年来，我看着她奔波忙碌，暗地里自责过无数次，是不是不该让她生下孩子？可小陈那么可爱，我又觉得我女儿的选择没有错。钟阿姨，我向您保证，以后我会倾尽全力，不让她承受半点风霜。之前害她的人，目前已经入狱，这件事我会给您和小雨一个交代。进去吧，探视时间30分钟。爸，你快救我出去！雅柔，别怕，那对母子没死，你只是伤人未遂，再忍耐几天，爸保证让你出去。爸，我恨他们，要不是钟希怡，韩哥哥根本不会这么对我。你放心，你是我吴忠祥的女儿，让你受委屈的人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小雨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妈和小陈呢？霍氏安排了医疗团队送小陈去国外诊疗。朱阿姨挂心小陈的病情，知道你没有大碍后，就跟着一起去了。那就好，小陈的病要紧。小雨，你醒了。妈，霍阿姨，好孩子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。阿姨今天过来是想邀请你搬到霍家去住，家里已经安排了专业营养师，准备好好为你调养身体呢。不用了吧，霍阿姨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，还是不要打扰你们的日常生活了。你这孩子说什么打扰呢？我们早就应该是一家人了。不是的，当年只是意外。小雨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儿子从记事起就从来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人，只有你
是个例外。妈，怎么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。小雨啊，玉衡他挂心了你6年，他是一直想为你和孩子负责的。小雨，吴雅柔的父亲非常护短，我担心吴家之后以后对你不利，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，我也建议你搬进霍家来。那好吧。太好了，妈这就回家准备。管家，把当季奢牌的最新款时装、包包、首饰全部包下来，再跟我去拍卖行选一些名贵珠宝，准备3日之后迎接小雨进门。是，夫人。霍太太好，欢迎回家。不，我不是什么霍太太，叫我小雨就好了。小雨，你是我孙儿的妈妈，当然就是霍太太了。好吧。霍太太，这些是当季最新款时装，都是您的尺寸。这些是由顶尖设计师操刀，用拍卖级无瑕珠宝为您定制的首饰。这些是奢牌所有限量款包包，为您配齐了颜色。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，这太破费了。不破费，你是我霍家的儿媳，当然值得最好的。把这些东西都送到一恒屋里去。这不合适吧？霍一恒费心去找我和小陈，不过是出于责任。他有洁癖，不愿跟人接触，我还是不要越界了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妈，另外安排一间朝阳的卧室。是，太太，您跟我来。你这小子惦记了人家6年，怎么现在反倒退缩了？之前发生的事只是意外，我想尊重他的意愿，等他真正接纳我。那你可得积极点啊！我还盼着小雨改口喊我妈呢。对了，小雨妈妈出国时走的匆忙，把这个玉坠落在医院了，你去把它拿给小雨。好。妈，你放心，霍家对我很好，不过我不想靠霍家养着，我还是打算去找工作。只是我之前从京都航空离职过，上份工作结束的也很突然，这样的履历恐怕是很难继续当空乘了。徐秘书，安排一下，我要入股京都航空。你好，请问是哪位？小雨，我是京都航空的乘务长李瑶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乘务长，我当然记得您。京都航空最近收到了你的简历，正好我们前阵子也查清了，你当年突然离职是被人陷害，所以想邀请你回到京都航空重回空乘职位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的，谢谢乘务长给我机会。正好我们也很多年不见了，不如我叫上你以前那些同事，今晚一起聚一下。好的，我一定准时赴会。今晚要出去，不让管家备车送你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只是跟以前的同事吃个饭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太太，您的随身物品都整理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出发。谢谢。你恶心死了！钟希雨以前可是在飞机上搭讪乘客才导致被开除的，现在怎么估计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搭上了什么金主吧？他不就擅长做这种事吗？你说的还真没错，我告诉你们，他这6年就是在给人当小三儿呢。还有这种事？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我们胡说。钟期雨，如果你没做见不得人的事儿，那你简历上的私生子是哪儿冒出来的？你嘴巴放干净点！你们议论我可以，但不许污蔑我儿子。污蔑你未婚生子，难道不是事实吗？自己不要脸，还想堵别人的嘴？没错，钟希雨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空乘，你抹黑了我们所有空乘的脸。我就要说，你那个父不明的孩子就是来历不明的私生子。我说了，不许说我儿子，他有爸爸，你还敢打我？钟希雨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不可！把他按住！放开我！霍总您好，我是乘务长李瑶，听说您要来，特意过来迎接您。进去吧。这款限量包就是你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求来的。我没有。既然你不要脸面，那今天我就替你洗洗脸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不
不是咱们京都航空的新股东，霍氏集团的总裁吗？霍总好。小雨，小雨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然对小雨动手？李姐，钟期宇作风不正，还不知廉耻，拎着限量款包出来炫耀，我们教训他，那也是应该的。霍总，钟期宇品行败坏，李瑶身为乘务长，却还是把他招进公司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作风不正，品行败坏。没错，霍总，这种人留在公司影响太恶劣了，他就应该被赶出京都航空，永不录用才对。钟期宇是我儿子的母亲，更是我求了6年才请回家的霍太太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是霍太太？我早跟你们解释过，是你们不听不信，还执意要污蔑我和孩子。你们3个被开除了。霍总，我们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您太太，是他信誓旦旦说小雨的孩子生父不详，我们都被他骗了才针对小雨的。霍总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求您放过我吧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！你们该道歉的对象不是我。小雨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，以后再也不敢乱说话了。小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。我早说过，你们说我无所谓，但不可以污蔑我的孩子，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。小雨，我们以前做了那么久同事，你就一点旧情都不念了吗？废话，我们走。霍先生，我刚刚听到他们说你入股了京都航空，那我收到京都航空的聘书，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？当初本就是因为我，你才失去这份工作，现在自然该由我来做出弥补。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。对了，这是钟阿姨遗落在医院的东西，还给你。玉坠，这是我妈妈最在意的东西，还好被你们收下来了。这个玉坠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我妈妈说这是她家中祖传的玉坠，原本有一对，她和弟弟一人一个，后来因为意外，她和弟弟走散了，这枚玉坠就成了她和弟弟相认的唯一。这么重要。徐秘书，查这枚玉坠的主人。好的，霍总。谢谢你。你我之间不必见外。霍雨婷，我是你吴叔，你如果不想我和霍氏鱼死网破的话，就带上你的相好出来跟我见一面。吴董，有事联系许秘书。我都听到了，是吴雅柔的父亲吗？别担心，这些事我会处理。我可以陪你去见他的。我知道跟吴家彻底对立对霍家没什么好处。许秘书，跟吴董联系，我们明天中午有时间。是，霍总。姐姐啊，我们已经失散50多年了，也不知道你我这辈子还有没有重逢的缘分。小时候我们村里闹饥荒，如果不是你背着我走了3天3夜的山路，带我去到城里，我早就饿死了。姐姐啊，也不知道你还在世吗？弟弟我现在也算小有成就。进来，老爷，时间到了。别太担心，一切有我在，他吴忠祥并不能把霍家怎么样。老爷，霍总约了您中午会面，车已经备好了。知道了，马上来。是。吴董，好久不见。霍一恒，雅柔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你就因为这么个女人把她送进牢里？她是我太太，我自然一切以她为先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雅柔的相貌家世哪点不比这个女人好？她还对你一片痴心，追在你身后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要辜负她？我早就说过无数次，我跟吴雅柔没有半点可能。如果不是你仗着2家的交情，让我父母施压，她根本不会有机会缠着我。混账！你不识好歹！既然吴董没有谈话的态度，那今天的会面可以到此为止。慢着，霍一恒，只要你敢出这大门，吴家立刻会倾尽一切，拼死反扑，搞垮霍家的资金链。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无耻的人？是吴雅柔再三害人，你竟然还有脸报复霍家？董小姐，你也不想看着霍家因为你承受资产缩水、地位一落千丈的风险和打击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那个孩子我可以容忍，但是你必须得离开他，把霍太太的位置腾出来，随便开价。
你拿着钱离开他。对你，对霍家都服。霍一恒，看吧，这就是你看上的女人，只是一张支票就能随意打发。这样的人，你敢让她留在身边吗？霍一恒，你还是太年轻，不懂得门当户对的道理。我告诉你，只有我女儿吴雅柔这种出身的女人，才能在你经历风波时跟你并肩而立，共同抵御危机。吴董未免太看不起人了。吴董未免太看不起人了。你们吴家是几次三番试图杀害我全家的仇人，拿你的钱不嫌手脏。好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吴忠祥，少在我面前虚张声势。你主动约我们见面，不就是因为霍氏退出2家的合资项目，全面撤资之后，你吴氏大量订单流失，损失惨重。霍一恒，你在得意什么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你如果铁了心跟我吴家作对，那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呢。吴忠祥，你似乎误会了一些事。我今天带小雨过来，不是来跟你谈判的。什么？我原本只是打算给你一个向霍太太赔礼道歉的机会而已。我给他道歉？你做梦！放心，道歉的机会现在有。动了我霍家的少夫人，还想讨价还价，真以为我霍家是泥巴你？本来嘛，如果你识趣，愿意替吴雅柔赔罪并主动给予赔偿，我还可以考虑放你。但现在，霍一恒，我警告你，最好掂量掂量我吴氏的资产体量，再跟我说话。我霍氏将在全行业上百个品类中与吴氏全面竞争。我倒要看看你吴氏的拼死反扑能溅起多大水花。你确定要两败俱伤？吴董尽管押上全部身家，我霍一恒奉陪到底。我们走。霍一恒，你给我等着！霍先生，叫我霍先生是不是过于生分了？那霍一恒连名带姓还是什么分？那一恒，你说，霍氏跟吴氏对立，真的没关系吗？你想看烟花吗？啊，怎么忽然提起烟花？徐秘书，明天之前把我们跟吴氏合资的烟花厂彻底解绑，全面撤资之前，把沙特那笔5亿订单的烟花放了。今晚我要在阳台看烟花。放心，吴忠祥在我手里，讨不到任何你。走，回家看烟花。3、2、1。小雨，吴家欠你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帮你讨回来。这场烟花，就当是好戏开场前的序幕吧。他竟然愿意为了我跟吴家大动干戈，对立到这种地步。当初我真不该因为怯懦就放弃申辩真相，以至于被吴雅柔轻易恐吓，白白让小陈6年没有福气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烟花吗？如果不喜欢，咱们就不看了。我们现在就进屋。没有不喜欢，谢谢你。我去看一下晚餐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好。对不起，霍总，我刚刚没留意到您。没事，你下去。经常跟小雨接触后，我过度急癖的症状好像有所改善。现在不小心被人触碰到，难受感也没有以前那么重了。没有不喜欢，谢谢你。原来我的触碰会让他这么难受，也是，他有严重洁癖。6年前那次亲密只是意外，现在他每次触碰到我时，肯定都在强忍不适吧。以后我一定得注意保持距离，不能再触碰他了。霍总，菜上齐了。去请太太过来。是，霍总。霍总，太太说她累了，已经回房间休息了。不吃饭怎么行？这样，你把饭送她房间去吧。是，霍总。看来
今天跟吴忠祥的会面，影响到小雨心情了。怪我，如果我早些认清吴雅柔的真面目，那小雨和我的孩子就不会受到伤害了。霍一成，你疯了！沙特5个亿的烟花订单马上就要交货了，现在被你全部点燃，刘吴氏面临天价违约金的赔付条款，你这是要搞垮整个厂期！吴董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霍氏已经撤资烟花厂，你们吴氏的烟花自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霍一航，你给我等着！吴董，这才哪到哪呢？我们的账离算完还早。徐秘书，放出吴氏总裁教女如芳、吴氏千金杀人未遂获罪入狱的消息，发动全国媒体调查。3天之内，我要吴氏旗下教本产业全面报废。是，副总。去上班，我送你。不用，我约的车已经到门口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他就这么不愿意跟我相处吗？老爷，小姐已经保释回来了。爸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爸，我恨钟启宇，我不甘心。我堂堂吴家大小姐，跟在霍雨婷身后那么多年，付出那么多，却比不上钟启宇跟他那一次亲密接触，凭什么？是霍一征的混账没眼光。雅柔，你别为那种人难受，他不配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国家全面曝光了小姐入狱的事，并引导舆论质疑我们吴氏旗下教培产业的教育理念。现在各个城市的机构里都有大量家长在要求退费。霍一涵这个杂种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雅柔，霍以川和那个空姐6年前在飞机上近身接触那次，你也在现场是不是？是。你老实跟爸说，霍一恒洁癖的毛病那么严重，那个空姐是怎么成功爬床的？是。快说！是我给霍一恒下了药，结果阴差阳错，便宜了钟启宇那贱人。既然这样，你再给他下一次药，跟他形成实质关系。什么？霍一恒现在正对吴氏穷追猛打，这场博弈我们吴家因为失了先机，导致现在处处被动，想要翻盘只能剑走偏锋。雅柔，你不是喜欢他，一心想要得到他吗？这次爸帮你。可是我们两家现在闹成这样，就算我跟霍一听发生了什么，他也只会恨我吧。小柔，这你就不懂了。霍一涵那小子是因为心理障碍，没有碰过女人，这才会对那个空姐念念不忘。这个时候，只要你们成事儿，你立刻会成为他眼里不一样的存在。爸，你确定我只要成功，霍一恒就会停止跟吴家的博弈？由不得他不同意。他霍家能操控舆论，我们吴家难道不能？你是说，曝光我跟他的实质关系，逼他娶我？没错，只要准备完善，我们手里就有充足证据。他敢欺负我女儿不负责，我随时可以送他入狱。这叫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爸，我听你的。可是霍一涵现在对我防备心很重，我想接近他，恐怕不太容易。没事儿，爸有办法，让他不得不跟你见面。什么办法？霍一恒不是很在意那个空姐吗？那个空姐现在就是他的软肋，我们用他吊霍一恒，不怕他不上钩。爸，我今天才算体会到什么叫姜还是老的辣。
陈务长，走吧，一起进去。等等，陈务长，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，小雨？关于我和霍一婷的关系，你能不能不要告诉其他人啊？为什么？霍太太这个身份可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，你怎么还遮遮掩掩的呢？我和霍逸轩现在的关系，主要是小陈的爸爸妈妈，至于我和他之间……哦，明白了，你们久别重逢，需要私人空间发展感情，我懂。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霍逸全连跟我接触都难以忍受，又怎么可能跟我发展什么感情？好了好了，放心吧，帮你保密。好吧，谢谢陈务长。不客气。哎，姑娘，等一下。阿姨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丫头，我和我家老头第一次坐飞机，怎么都找不到出口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？阿姨，您顺着指示标示一直往前走就出去了。丫头，我们人老了，不中用了，眼睛也花了。刚刚我们都在这里转2圈了，可就是出不去呀。陈务长，那我送他们出去。行，那你去吧。阿姨、叔叔，你们跟我来吧。谢谢丫头。快走，吴家的车就在前面接应。霍一征，如果不想这个空姐出事的话，现在立刻来吴氏酒店。记住，只能你一个人来，否则她的下场我可就不能保证了。停车！霍总，怎么了？去吴氏酒店。恒哥哥，我总算又见到你了。小雨呢？她在哪儿？那个女人在哪儿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吴雅柔，别给我装傻充愣！我警告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立刻放了他。恒哥哥，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，我也喜欢你这么多年，这么久了，你这还是第一次主动触碰我，只是没想到，你第一次主动碰我，竟然是想要掐死我。吴雅柔，我说过无数次，我跟你没有半点可能。你越是强求，事情只会越糟糕。如果你能认清现实，早些放手，我们两家何至于走到今天这种地步？放手！我就不！我偏要强求！我想要的一定要得到手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执迷不悟，看来上次入狱的事并没有让你长教训。当然。霍以恒，你不是满心都是那个钟慈雨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你不能让我满意，钟慈雨他就要倒霉了！你立刻联系吴忠祥，让他放了小雨，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笑什么？恒哥哥，你真是太天真了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害怕吗？来啊，有本事你就真的掐死我，能死在恒哥哥你手里，我吴雅柔也算得偿所愿，至少这样你这辈子都忘不掉我。
吴雅柔，你疯了！没错，我早就疯了。早在6年前，我爱而不得，对你用计，差一点就能得到你，却被你锁进机舱，眼睁睁看着你跟别人发生那种事实，我就已经疯了。你终于承认了，6年前果然是你在搞鬼。没错，是我。6年来，我时时刻刻在想，如果不是钟期宇那个空姐坏事，或者如果我当时沉住气，等你药效发作最猛烈时再接近你，是不是你最割舍不下的人就会是我？吴雅柔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爱你啊，恒哥哥。如果不是在意你，我身为富家千金，怎么会用尽一切手段想要得到你？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我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。重来？你什么意思？恨哥哥，我要提醒你一件事。如果你再跟我拖时间耗下去，生不如死的人不会是我，而会是钟期宇。你们要对他做什么？一个漂亮的空姐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，会发生什么事？你说呢？你们敢？你大可以赌一把，看我们敢不敢。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我在哪儿？救命！胡忠祥，是你？钟期宇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机场那2个问路的老人是你安排的，目的就是把我绑过来。不错，钟期宇，你说说你，如果上次你识趣拿了支票主动离开，我们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偏偏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非得逼我对你下狠手，看看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？吴忠祥，你这么做，霍一涵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哈哈哈哈！钟期宇，你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。过了今天，霍一恒根本就不会要你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哼！所有人都知道霍一圈有严重的洁癖，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近身。你钟期风不过是走了大运，刚好撞上被雅柔算计的霍一圈，这才被他看上。原来6年前那场意外是吴雅柔算计造成的。6年来，我在吴雅柔的恐吓下担惊受怕，躲躲藏藏。我独自生下孩子，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庭。你竟然说我是走大运？那还不是因为你蠢。霍医生可是早就打算娶你了。是我愚蠢。如果6年前我没有逃走，而是留在现场跟霍一征把话说清楚，那小琛从出生起就会有父亲，后面那些事或许也都不会发生了。你说，像霍一征这样有严重洁癖的人，如果知道他的霍太太被别的男人碰过了，他会是什么感觉？想必那时候他怕是看你一眼都嫌脏。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你怎么能有这么龌龊的想法？说起来我也不忍心呐，但谁让你不珍惜机会，逼得我只能出此下策了呢？你们不要过来！你们难道不知道之前为吴家做事的人都已经入狱了吗？你们敢动他，我要你们的命！徐秘书，查到太太下落了吗？霍总，太太出事的那块区域监控被人替换了，机场附近人流量大，我们要排查完所有可疑车辆，最快也需要1天时间。恒哥哥，没用的，等你查出线索，
一切都晚了。不过事情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恒哥哥，今天是我一切重来的机会。有话直说，你要我怎么样才敢放了钟启宇？直接放了他，不可能。不过其他事倒是可以商量。只要你喝了它，我就帮你联系我爸，给你一个和他交涉的机会。你在酒里放了东西？没错，我说了，我想要的一定要得到。这次我不瞒你，喝不喝全看你自己。恒哥哥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距离钟麒麟从机场被带走已经很久了。你可怜惜吴忠祥！这次的好东西比6年前还要烈性。恒哥哥，你今天是真的跑不掉。恒哥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联系吴忠祥。看来酒劲还没有完全发作，这次我绝不能像6年前一样，因为心急导致功亏一篑。反正房间中只有我们2个，现在我一定得稳住他。好，我联系他。亚柔，怎么了？你们最好想想后果。霍一涵连飞机都能截停，你们真的以为自己伤害我后还有机会全身而退吗？怕什么？给我上！事成之后，我立即给你们每人500万，再调专机送你们出国。这些钱够你们逍遥很久了。你们别被他骗了！你们难道不知道吴氏现在是什么情况吗？吴氏最近遭遇霍氏打压，刚赔掉5个亿的订单。这种时候，吴忠祥怎么可能舍得给你们1000万？事后霍家真追究起来，你们又怎么能确定吴忠祥不会把你们推出去顶罪？胆小鬼，你们不敢动手就让开，我来！钟启宇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雅柔，她怎么这时候跟我视频？雅柔，怎么了？雅柔，雅柔，你说句话，你怎么了？雅柔，徐秘书，带人清理我所在的楼层，吴家的人一个都不准留，守住我这间房，谁都不准进来。是，霍总。雅柔，吴忠贤，我要见钟启宇，否则我不保证你女儿还有没有机会见到。好好好，霍一恒，你别冲动，我们有事可以商量。一恒，小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霍以轩，你放开我女儿！我给你保证，只要你不伤害雅柔，我就不会动钟启宇。好啊，你现在就放了钟启宇，只要他安然无恙，今天的事我就可以不计较。你说话算数。爸，你别上当！霍一轩已经中招了，他吃不了多久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说呢，如果我的好女儿没得手，怎么可能会让你联系到我？钟贤，你敢动钟希雨一根头发，
我就百倍千倍的偿还到吴雅柔身上。霍逸轩，别嘴硬了，你现在肯定很难受吧？我知道你撑不了多久的。霍以真，我给你准备的药极其烈性，是个男人就不可能扛过去。行了，咱们现在谁都别动，我不动钟其余，你也别动雅绕，我看你能坚持多久。但是从你一会儿失去理智开始，我这边做什么你可都管不了了。一恒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太笨，才会又一次落入他们圈套里。小雨，你没错，是吴家太无耻了。我没事，小雨，你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恒哥哥，你何必忍得这么辛苦？你明知道，你迟早……闭嘴！不行，我不能被药物操控，失去理智，否则小雨就危险了。恒哥哥，你扛不住的。6年前你没能扛住，这次你更不可能扛得住。小雨，恒哥哥，看来药劲儿上来了。一恒，恒哥哥，吴雅柔，吴雅柔，我今天就算死在这里，也绝不可能跟你发生任何越界行为。既然这杯酒效力强烈，那我就用更激烈的痛感来压制它带来的影响，让自己清醒。恒哥哥，你住手！吴中闪，我霍雨恒今天跟你对峙到底。霍雨恒，你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我吴中闪的女儿哪点不好，你非得硬扛到这份上？恒哥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怎么能宁愿伤害自己都不愿跟我在一起？6年前同样情况下你都能接受钟希怡，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我？因为霍家已经有过态的。一恒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恒哥哥，不要，求你了！吴雅柔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认定的事绝对不会更改。恒哥哥，你知道我有多在意你的，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做出这么残忍的事？这残忍吗？不，你们对小雨做的事才叫残忍。吴雅柔，我也想不明白，我从10几岁到现在拒绝过你无数次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对我这么执着？因为明明从小到大，有资格站在你身边的人一直只是我。什么？7岁时，我们国际小学参加全球舞台剧演出，以我作为从小精通各国语言的1等生，扮演王子和公主。那只是一场演出。10岁，你作为校园社团发起人，组织全校小规模贸易活动，我是你的助手，你的主持人，你的传声筒，我们是所有人眼中的金童玉女。跟我一起举行活动的不止你一个。15岁，你的洁癖越发严重，你不允许其他人接近你，只有我还可以跟在你身后。我说过，我忍耐你在我身边，只是因为2家的交情。可是我从小就在你身边，见证了你从小到大的所有荣耀。我看着你从少年意气风发，长成杀伐决断、令人闻风丧胆的总裁，从青涩到成熟。我从来没有离开你的打算，我也从来没有娶你的打算。但如果不是6年前那场阴差阳错，你也不会有娶其他人的打算，不是？你的想法太独断了。我了解你，恒哥哥。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了解你的人了。别人都会被你的气势、你的手段吓退，他们都说惹了你没有好下场，可只有我知道，你从来不会随便迁怒人的。原来一恒从小到大都那么优秀，可他却因为我现在这么狼狈。是啊，如果不是因为6年前那场意外，他根本不会愿意跟我产生任何交集。恒哥哥，你有多好，只有我知道。钟其余，你听到没有？吴雅柔跟霍玉英本来就是青梅竹马，天生一对，你根本配不上她。我确实配不上霍玉英，我甚至在6年前不曾跟她正式打照面，就误信传闻，连夜逃走，甚至不给她解释的机会。说八道！吴雅离，你跟你爸一样，全都是自私利己的性子。恒哥哥，你刚刚说了那么多，从始至终考虑过我对你的感觉？你没有。小学时你借着我的名头将不喜欢的同学赶出社团，中学时你禁止所有异性跟我说话，成年后
你又擅自利用我的关系，帮吴氏抢过多少项目？你以为我都不清楚吗？可我爱你啊！你以爱我之名肆意索取，明里暗里拿走一切可谋夺的利益，还理直气壮阻拦我有其他的选择。吴雅柔，你这不叫爱，你这叫有利可图。恒哥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别再自我感动了，你爱的不是我，而是站在我身边时给你带来的虚荣感。我不是，不是这样吗？一个企图用算计的手段来强迫他人达到目的人，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，又怎么有资格谈爱？恒哥哥，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。没错，我说了，我从小到大受够了忍耐你。我也说过无数次，对你的宽容不过是出于两家交情而已。可不管你信不信，这就是我爱人的方式。我爱你，哥哥。你看，我跟你从来都无法沟通。好，为了证明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我可以做出退让。恒哥哥，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，我就劝我爸放钟西雨安全离开。跟你在一起？没错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松开我，不要再伤害压抑自己。他们还是要强迫霍一层，让他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。我好没用，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到？休想！我说了，我霍一层今天跟你们对峙到底。一恒，他如果要继续对峙，就得不断靠痛觉保持清醒。你想看到他这样吗？不可以。一恒，他如果要继续对峙，就得不断靠痛觉保持清醒。你想看到他这样吗？不可以。而且他再压抑下去，我可不敢保证他身体会不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。不，我不能看着他消耗自己身体。一恒，你就答应他们吧。你让我答应他们？你确定？小雨他对我果然还是没有感情的吗？我跟其他人在一起，他是真的不在意吗？既然这样，那就先保证他的安全吧。好，我可以松开吴雅柔的绳子，但你们也必须答应，让许秘书到你们那边监督你们遵守承诺。让你的人过来，不可能。怎么，吴董胆量就这么小，一个人都不敢放？你们那边绝对布置森严，而我的人即便过去，也可以是蒙着眼，不带任何通讯设备的状态。我不过是要一个保障，这并不过分。你让我想想，已经拖了这么久，再耗下去，说不定霍家就要查过来了。再过一会儿，就是那杯酒效力最猛的时候。现在让他解开雅柔，绝对能成事。到时候霍一涵就必须对雅柔负责。好，让你的人到吴氏酒店后的巷子里等着，身上干净点，别被我们搜出什么不该有的东西。知道了。许秘书，你自己去吴氏酒店后的巷子，什么都别带。等吴忠祥的人接你，到了现场，小雨的安全就交给你了，懂我的意思吧？明白，霍总。既然在吴氏酒店后接人，说明太太被挟持的地点一定离酒店不远。您放心，我立刻安排人手潜伏过去，尽快把太太解救出来。霍总，您还好吧？知道了，我尽快。来吧，徐秘书，跟你的老板打个招呼。霍总，我到了。惠晨，轮到你信守承诺。恒哥哥，你该放开我了。恒哥哥，你怎么样？挂断视频。好，爸，那我挂了啊。好，爸不耽搁你和我女婿发展感情。放松点，许秘书，今天之后咱们就都是自己人了。好难过，心好痛。一恒，你清醒后会不会怪我？你会不会比我更痛苦？太太，您别担心，霍总说过，霍太太只能是你。什么？嘿，你这小子，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现在是什么场合？这种时候你还敢在老子面前不客气，说这种话？这就叫不客气了吗？吴董，那后面还有更不客气的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恒哥哥，你知道吗？
这一刻对我来说就像是做梦一样。我等这一天等了10几年了，今天我终于要得到你了。吴亚柔，你别忍了，我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我克制不住的。恨哥哥，看来恨哥哥终于忍不住了。恒哥哥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难道恒哥哥控制欲强，喜欢掌控主动权？好，那我配合他好了。哎，恒哥哥，你干嘛啊？霍一恒，你出尔反尔！我只答应过解开你的绳子，但没有承诺过不会把你绑回去。霍一恒，你混蛋！你都这样了，我就不相信你还能撑多久。徐秘书，你最好动作快一点。你不过是个秘书，为什么？哼，你们真以为霍总是随随便便派我过来的？我一个霍雨婷，竟然跟我藏了一手！太太，我帮你松绑。我一个霍雨婷，竟然跟我藏了一手！太太，我帮你松绑。徐秘书，一恒那边情况很不好，你快去救他。好的，太太，我们这就过去。许秘书，你以为你放倒了我们就能离开了吗？这间房外布满了我吴家的人，你就算有些身手，一个人也不可能打得出去。是吗？那可不一定。是我，外面解决了吗？放心吧，老大，直接大摇大摆走出来，外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。太太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们给我站住！恒哥哥，不要再为难自己，过来。小雨，可恶！为什么这种时候，恒哥哥脑子里还是那个该死的女人？不过，如果装作钟西雨能让她接近我的话，那我倒是可以利用下这一点。没错，是我是钟期雨。小雨，一恒，霍总，玉恒，你怎么样了？钟西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吴雅柔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进你们的圈套，而你们吴家一定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玉恒，我们走。钟期雨，又是你！为什么每次都是你？我恨你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好烫，我去拿湿毛巾。小雨，那个太太，要不这边就交给你，我先撤了。好，徐秘书，今天辛苦你了。今晚就辛苦太太了，明天早上我再来找霍总汇报工作。玉恒，你……小雨，你是真的小雨？是我。小雨，我很难受。刚刚我能看得出，一恒他跟吴雅柔并没有发生任何事，那他现在是想……不早了，小雨，你回房间休息吧。那你……我没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6年前的情况再次发生。我绝不能再一次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做出任何不负责任的事。6年前的意外对他的伤害太大，我欠他一个正常的相知相恋过程。果然，他对我这么好，只是因为责任。但凡他还有半分理智，都是绝不愿碰我的。好，那我先回房间了。走。玉恒，你发烧了？我没事，已经吃过药了。今天怎么不休息？还要上班？这是之前定好的航线，不好再调整。我没什么事儿，所以就打算照常上班。
我送你。不用，你还发着烧，需要休息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我送你，不然我也没办法放心。钟西月，你清醒一点，你不能因为他的好就得寸进尺，产生不该有的感情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这就来。针对吴氏集团的竞争方案已经全面实施，目前吴氏没有任何竞争力，股票正大幅下跌，估计不到1个月，资产就会缩水1半以上。霍总，要不我送您去医院？我没事，只不过昨晚冲了半碗冷水澡，有点感冒。霍总，您昨晚是用冷水澡硬扛呢？吴忠祥和吴雅柔那边呢？目前还在搜集证据阶段，因为监控被破坏，而案发地点又在吴氏酒店那边，他们证据清扫得很干净，所以这次的事追究起来进程会比较慢。知道了。小雨该下班了，跟我去机场接她。啊？哦，好。小雨，顾机长。小雨，6年了，终于又见面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兜兜转转，我又回到了京都航空。小雨，方便聊一聊吗？可以啊，怎么了？当年你忽然离职，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后来一些不太好听的言论就不知从谁口中传了出来。难道你也认为我当年是因为作风不正才被开除的吗？我以为乘务长已经帮我辟谣过了。不是的，你这次回来之后，乘务长已经公开澄清过了，你当年的事是误会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些传闻我这6年从来都没信过。6年前，我跟你一起飞过那么多趟航班，你是头等舱客人满意度最高的空乘，怎么可能自毁前程，做出那样的事？谢谢你能相信我。哎，霍总，您这是在干什么？等一下，霍总，这个机长看起来跟太太就是普通同事，他们肯定只是正常闲聊几句，您不必放在心上。这6年，我其实想了很多办法，想要打听你的消息，但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手机、社交账号全部都停用。我几乎找遍了所有认识你的人，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消息。这就是你说的普通同事，正常闲聊。这普通同事会想方设法去打听离职同事的情况。或许这个机长比较热心。当时我遇到了一些事情，不得已断了跟所有人的联系。其实我知道。你知道？6年前，你的所有资料都被清除了，我就查了当时所有航班，试图推测发生了什么事。在排除所有你不在的航班后，只剩下霍氏的私人飞机。是，当时我是在霍氏的私人飞机上。是霍一真欺负你的，对不对？我了解你，你绝对不会做出违背职业素养的事。如果有事，那一定是他动的手。那个霍总，您别生气。我生气？他说的是事实。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那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顾机长，我很开心听到有人愿意相信我。不过，霍一琛他其实是很好的人。你的孩子难道不是他的吗？你连这个都知道了？小雨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？小雨，我喜欢你。你怎么会突然说这个？抱歉，可能对你来说这件事有些突然，但其实我等待跟你说这句话的机会已经整整6年了。可是你知道的，我有孩子。但你还没有结婚，不是吗？小雨，我不在乎你有孩子，我也愿意接纳你的所有。我听不下去了，这个顾机长说话怎么没轻没重的？站这儿，别动。霍总，您这都能忍？我想听他的想法。6年前发生那件事时，
我没有顾及过他的意愿，现在我又有什么立场阻止别人对他告白？你知道吗？6年前你突然离奇失踪，我甚至想过你是不是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我一度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对你说出这句话。谢谢你，我很感动。可是小雨，我请求你，让我说完好吗？我后悔过无数次，6年前没有对你说出这句话。6年来，我也在梦中无数次的对你说出过这句话。小雨，我喜欢你。现在，你活生生的站在我的面前，这一次，我绝对不能再错过你了。顾机长，谢谢你的喜欢，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应你。是因为孩子吗？小雨，我可以帮你好好照顾他的。小陈现在被照顾得很好。那，难道是因为霍雨峥？不是的，不是因为我，他难道一点都不喜欢我？太太啊，求您了，快别说了。小雨，我不求你立刻回应我，我只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顾机长，很抱歉，我不想耽搁你。我不怕你耽搁，我只希望你不要急着拒绝。小雨，一恒，奇怪，我明知道一恒不喜欢我，但我为什么还是怕他误会？霍总，这位是？他是我这趟航班的机长，因为很久没见，就聊了会儿。霍总，您过来是为了接小叶回家？小叶，你不是未婚吗？顾机长，你们刚刚的对话，我不巧听到了一些。我和小雨之间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且他已经明确拒绝你了，所以越界的事还请不要再追问了。走吧。等等，小雨。顾机长，请留步。你刚刚的问题我可以回答。什么？钟启宇女士是霍家的霍太太，结婚证没领，是因为2个人想享受恋爱的感觉。但霍太太住在霍家庄园，日常由霍总亲自接送。你觉得你再纠缠有意义吗？可是刚刚小雨的态度似乎不是这样的。顾机长，你再这么处理，恐怕接下来你和霍太太连普通同事都做不了。怎么？你的意思是因为我私人的感情偏向，京都航空会开除我吗？顾机长不必过多揣测，但我家太太不可能接受你，这是事实。无所谓，你真以为我离了京都航空就过不下去？人贵有自知之明，还希望你不要再对霍总太太带来困扰。霍总啊，您这情敌有点难缠，怕是不怎么好打发啊。我回房间换身衣服。去吧，好好休息。晚饭时我喊你。许秘书，霍总，您下一步什么打算？安排一下，我最近到京都航空兼职机长。是，霍总。不是，等会儿，您说什么？机长所需的飞行执照、驾驶经验我都具备，过去当机长有什么不行？不是，霍总，那公司的事儿怎么办啊？您是不是忘了，我们最近还在打压吴氏的紧要关头呢？不是还有你吗？你最近辛苦些，给你工资奖金翻倍。不是，霍总，您要不再考虑下？其实我觉得那个顾机长对您也没什么威胁。就这么定了。玉衡，你怎么穿着机长制服？唉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一起去上班。走吧。你要去开飞机？没错。你为什么突然想开飞机呢？还能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您呀。因为你是担心我再次出事吗？没事的，有了之前的教训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而且管家也给我安排了专车，我上下班直来直去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吴家那父女俩还没有被抓捕，还是我们一起中文妥协。可是你平时那么忙，再去做机长的话，公司的事怎么办？没事儿，那些事儿等落地后在机长办公室处理就可以。何况还有许秘书顶着呢。我可没信心能顶得住。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一恒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？许秘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是怎么回事？霍总昨天看到您被机长表白，吃醋了呗？什么？一恒他不是不喜欢我吗？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我，又怎么会吃顾机长的气？
许秘书，太太，求您劝劝霍总吧，公司真的不能没有他。许秘书，你这个月奖金还要不要了？太太，我的奖金就交给您了，我先撤了。许秘书，你听我解释。一恒，许秘书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昨天听到有人跟你告白，确实很不爽。我不愿干涉你做决定，但又不甘心眼睁睁看着你被别人追求，所以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得做些什么。可是我一直以为你对我根本没有什么兴趣。谁说的？如果我不在意你，怎么会念念不忘找你6年？我以为你只是出于责任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难道你对我是有一点喜欢的？你既然以为我对你只有一点点喜欢，如果我不是足够在意你，之前为什么被吴雅茹逼成那样都不愿妥协？是，你是拒绝了他，可是你也推开我了。那是因为我知道6年前那一次的意外，我根本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我不愿你再次勉强迁就。我希望从今往后，你我的每一步都是在你愿意的情况下发生。那你有洁癖不是吗？我以为你每次接触我都非常难受。小雨，你讲讲良心，我什么时候避讳过跟你接触？可是上一次我主动抱你之后，有看到你扔了外套，用酒精给自己消毒。什么时候？就是看烟花那次。对不起，霍总，我刚刚没留意到您。没事，你下去吧。那一次，原来你那天没和我一起吃晚饭，是以为我嫌弃你。难道不是吗？我当时扔了衣服，拼命消毒，是因为在餐厅迎面撞上了女佣。不是因为我？当然不是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跟我接触并不会感到难受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也不只是出于责任。等等，小雨，我已经向你坦白了我的感情，我很在意你，一直都是。现在，该你向我坦白你的想法了。什么想法？你对我究竟有没有感觉？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小陈的爸爸。当然不是，你有责任，有担当，又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有人不喜欢你？只是什么？我之前觉得自己配不上你，不敢喜欢你而已。小雨，请你放心大胆的喜欢我，我发誓，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感情，我会用一生来守护你和我的孩子。既然这样，小雨，你可以给我一个光明正大的合法身份了吗？你是说领证？领证之前，我要举办订婚仪式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霍太太，好吗？霍总，我收到国外发来的消息，小陈的病情已经稳定。哎呦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先走了。霍总，太太，你们继续。等等，你刚刚说小陈的病情稳定了？没错，最近小陈已经没有昏迷现象了，再继续调养半年就可以回国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既然小陈已经稳定，那我就派专机接钟阿姨回国，让她也见证我们的订婚仪式，好吗？什么？霍总，您要举行订婚仪式？对。您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安排。对了，既然都要订婚了，那霍总您这机长是不是也不用兼职了？一恒，要不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公司那边吧。我保证，除了你之外，我跟其他任何人的关系都不会超出同事和朋友的范畴。那就听你的。恭喜霍总，恭喜太太，我这就去安排专机接钟阿姨回国。等一下，霍总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这个月的奖金翻10倍。谢谢霍总，谢谢太太。老爷，自从上次咱们失手后，霍家就加大了打压吴氏的力度，吴氏的股票不断下跌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
说了吗？霍一成要跟那个空姐订婚了。亚柔啊，咱们吴氏这次怕是很难扛过去了。什么？亚柔，这一次我们栽得彻底。爸考虑过了，趁着集团没有彻底垮塌，我打算变卖公司，把你送到国外，这样剩余的资产也够你这辈子衣食无忧了。那我不就再也见不到恒哥哥了？亚柔，你怎么还在想霍一恒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形势有多紧迫？我不管，爸，你答应过要帮我得到他的。小姐，老爷已经尽全力想要保全您了，您如果再不走的话，霍一恒会把你送进监狱的。如果不能得到他，我之后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亚柔，老爷，从小到大我都对你百依百顺，我给了你想要的一切，你怎么能因为一个霍一恒就觉得人生毫无意义？爸，可是我真的做不到，眼睁睁看着他娶别人啊！亚柔，爸也是为了你付出了所有，就连我倾注一生一血的集团要没了，我都还在为你考虑。而你呢，满脑子都是霍一恒，你有没有体谅过你的父亲？可你是我爸，你不为我考虑，还能为谁考虑？亚柔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把他锁到房间里去。霍一涵订婚当天，绑也要把他绑到国外去。是，老爷。我不要，爸！小雨，你今天真美。霍总，太太，周阿姨来了。妈，小雨，妈，一恒，我的女儿，以后就拜托你了。我一定好好照顾小雨。周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们霍总除了太太，根本不会接触任何女人，安全的很。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妈，小雨，你辛苦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柳暗花明，妈是真的为你开心。我一定会幸福的。对了，妈，这是你的玉坠。如果当年我和你舅舅没有走散，今天他应该也会来参加你的订婚仪式吧？妈，我们会继续追查另一枚玉坠的下落，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您弟弟的。好了，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，一会儿宾客就要到了，我们不说这个了。吴雅柔，你还敢出现在这里？你休想跟别人订婚！既然我得不到你，那谁都别想得到！叶恒，再见！吴小姐，别墅里可是有监控的。这次证据确凿，你跑不掉了。一恒，小雨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妈，放心，我也没事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？我一涵，我不许你订婚，我不许！他精神好像不太正常。许秘书，把他锁到杂物间，等警方来领人。是，霍总。姐姐。我今天就要出国了，看来这辈子我们是真的无缘再见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小姐她跳窗逃出去了。糟了，她肯定到霍家去了，快备车去霍家！刚刚可真是吓坏我了。这个吴雅柔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教她的，她简直是个疯子。吴亚柔的父亲确实对他过于骄纵了。霍总，吴忠祥在外面求见，他说愿意答应任何条件，换你放吴雅柔一马。不见，把他赶出去。一恒，
要不还是见一面吧。以吴忠祥对吴雅茹的在意程度，我怕万一逼急了，他会狗急跳墙，破坏我们的订婚仪式。好吧，徐秘书，让他进来吧。我也要看看是什么样的父亲会惯出吴雅柔这样的女儿。霍总，你就是吴雅柔的父亲。你这玉坠哪里来的？你是小翔？姐姐，是我啊，姐姐，我原名钟祥，只是后来被吴家收养，才改了吴姓。什么？吴忠祥竟然是我的舅舅？怎么会这样？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几10年了？妈，你喊的什么？吴忠祥，我真是没想到，我妈妈找了半生的弟弟，我的亲舅舅竟然是你！我姐姐是你妈妈，也就是说，你是我外甥女。我的弟弟，我妻子从山里背出来的亲弟弟，他的女儿险些害死我全家。我都做了什么？小翔，我还记得你小时候乖巧听话，聪明伶俐，我以为你会长成一个善良正义的人，我怎么都没想到，你竟然会成为险些毁掉我女儿的人。姐姐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钟欣雨是你女儿啊！如果我知道，我一定会管住吴雅柔，绝对不让她伤害你们半分。钟祥，谁的孩子不是父母的宝贝？你有什么权利随意伤害别人？我宁愿这辈子找不到我弟弟，我也不愿看到自己弟弟变成这么卑劣的模样。不，你不是我弟弟，我不认你这个弟弟。我的弟弟从失散的那天起就已经死了。不要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纵容女儿害人，我也不该伤害小雨。姐姐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执念，我无数次祈求上天让我跟你重逢，我求你，给我个弥补的机会吧。回不去了，所有的伤害都已经发生，我们再也不可能恢复正常的姐弟关系了。报应，都是报应啊！如果我没有骄纵女儿，吴氏集团不会被打压到濒临破产，我的姐姐也不会遭受这些苦难。而到头来，我付出一切，也没得到吴雅柔半分体谅。霍总，霍副的，对不起，我知错了。现在才道歉，吴董不觉得太迟了吗？我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做，都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了。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让自己和自己的女儿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霍总、姐姐、小雨，你们放心，我这就去自首，向警方交代所有罪行。徐秘书，能不能麻烦你跟我出来一下？可以。妈，你别太难过了。放心，妈没事。你和义和的日子还长着，看到你们开心幸福，就是妈最大的慰藉。朱阿姨，吴忠祥已经被警方带走了。临走前，他签了一份协议，将吴氏剩余资产所有股权赠与您和您的女儿，作为赔罪。妈，收下吧，吴氏基础还在，之后我会协助你们，让公司起死回生。好，小雨，这份赔偿妈交给你了。妈，我们一家人以后一定会幸福美满的。